这女装很好穿吗 ？No， 女装样式比较多。对，你一回家就马上全裸，全裸哎，帮你看。前阵子认识一个 AV 女优，哇，我每天有好多妹。女生很聪明的。哪一个对你来说打击比较大？女朋友分手，对，虽然你还有点良心。从学习孤独到享受孤独。都是爱呀、啊。rapper 讲出分享爱、了解爱、表达爱，这么喜欢嘻哈精神，是因为他很真，钱来就干，好爱你的那种疯狂哦。今天来了一个大来宾，就是我们的屁孩。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屁孩，自己就是你的粉丝啊，就是一路上看你表现新说唱，然后大嘻哈时代1跟2，然后加上那个森林之王2，一路上我觉得你转变蛮大的。怎么说？怎么说？因为我以前觉得你刚出来的时候是有一点那种愤世嫉俗，跟那种血气方刚的傲气，真的。我看你现在温暖很多，哎，你是真的有在发咯，就是有爱很多啦。有一阵子我也是很害怕，觉得啊，如果屁孩长大了就不叫屁孩怎么办？但是慢慢有找到一个方向，不管怎么样都把我带到很有爱的这边去，所以可能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这样吧。我自己超级喜欢你跟那个尔轩的姐妹洞，很多人很喜欢这一首哎。那个 MV 你们两个的表情各方面，然后那个是多久之前写的啊？就是其实那一首歌是在陷阱妹跟 Without You 之前我们就写好的。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就是我那个时候听到他跟阿夫有一首叫《袜子不洗》，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完就说，干这个人太有病了吧，这个人到底很闹，你知道吗？就因为尔轩也是一个那种北七可以玩得很疯的那种，然后我就想说哇，我一定要认识他，就认识到之后我就说，我有一个 idea， 因为那时候刚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那里跟人家的妹妹约会，然后到别人家里看到人家姐姐也在那里喜欢人家姐姐，这个就叫做姐妹洞。我们那时候去录的时候，哇，这个副歌不是姐妹洞这样，录音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第一次录就是录那个里面那个样子了。可是那个看起来你们是几乎是10年交情的感觉，你们两个完全展现超级默契耶。对，然后。他到时候 Without You 爆了之后，因为他的专辑就比较走那个风格嘛，我说好，不然姐妹洞就放到我的专辑，因为我也要出一个专辑，所以就把那个收录在里面。你跟那么多大明星合作，或是很优秀的音乐人，你自己有没有觉得让你最印象深刻的合作？像第一张专辑就有我主打歌就有跟蔡佩轩合作嘛，因为我就把词写给他。第一次见面，他到我们那个录音室，那里有一台钢琴嘛，结果他也废话不多说，一次哦就一卡。弹完唱完，就是你们大家现在听到的这个样子了。哇，你们都是走这种就是直接 freestyle。对啊，所以这些人，你看这个也是当初跟我就觉得，哇哦，你说这种很 free 的感觉，它真的很限定于在嘻哈上面吗？其实不是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种 vibe 的。你自己会感动到哭，或是有自己一个人在哭的阶段吗？我 always 我超爱哭。真的假的？我以为你是一个完全不会哭，因为你太开心，能量太炸了。那种某种程度其实是也是我习惯的一种保护色啦。套一句我经纪人常讲，他说：“屁孩，我看你内心就是个娘们。”我不否是的，所以你才这么爱扮女装，是吧？对啊，我觉得这直男有些时候啦，不要太阳刚啦。有些时候我觉得可爱一点是个很棒的能量。Let's go。哭的时候是默默落泪，还是嚎啕大哭，还是会跟朋友哭？会丑哭。这种一个人吗？一个人也会，跟朋友也会。我觉得这样很棒，因为本来就是不能把情感压抑在心里，就是你要适时的释放。是，我也觉得，就跟有爱要说一样，难过就哭嘛，不用去逃避这种情绪啊。聊完我发现你是一个超酷的我记得你在大嘻哈时代2的时候，那个迪拉胖评审不是说，你开始有点在讨好观众。以前到现在的你有在想过这一题，就是你有没有讨好观众这件事吗？我觉得以前就像你说，那个时候很炸的时候，又接触的又是嘻哈音乐，所以那个时候更像是刻意不讨好吧，就是我叫你还是要喜欢我啊，不然你要怎样这样。但是其实有一阵子我已经整个活在自己世界了，就是太脱离了。我觉得所谓这个讨好，其实只是跟观众沟通吧。我要怎么样更好的表达我那些愤世嫉俗的精神？我如果给你一个苦药你不吃，我愿意把它包成像糖果一样好吃嘛，来啊，吃一个吃吃看啊。你吃完之后你觉得，哎呦，好像在这个甜甜里面的东西又有什么感觉哦？我觉得那个才是真的把我那个原本愤世
技术的那个精神更升华了，然后去影响更多的人。我喜欢你的分析，因为我原本自己的解读是华语饶舌本来就要结合所谓的流行跟市场，但是你说跟观众沟通，这个我蛮意外的答案的。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我这几年自我反省、自我剖析，就是我一开始在做的东西，你说很愤世嫉俗、很靠北，那个其实是一个表层嘛，可是。我心里面我有一个理想啊，我有一个对这个世界美好的想象，我其实是希望大家都懂这种感觉。那我要怎么样更好的让最多的人懂？其实我经纪人也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东西，你要卖，你至少要 fuckable 嘛，你至少要让别人觉得喜欢，为什么我要掏钱买？我也可以在路上这样一直讲话都没有人鸟我啊，但是你要让别人掏钱买，要让别人喜欢的话，这样才可以达到这一个精神本质上的。你分享的非常好，因为以前的我是早期受那种比较 underground hip hop 都是比较攻击性很强，可是你散发出来的 rapper 是好玩、有趣又可爱，而且我蛮常在 IG 看你的那种你的变装啊、搞笑啊，我觉得你真的就是一个外星人，好爱你的那种疯狂哦。这可能跟我是戏剧系的也有一点关系啦，跟那些所谓本格派的饶舌歌手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可能。你自己很喜欢变女装跟全裸是吗？对啊，那就对我来讲是一种解放。其实不太喜欢穿衣服，已经被提醒好多次了，拜托把衣服穿起来。我觉得很好，所以你一回家就马上全裸。全裸我睡觉都全裸睡。现在有那个 Drag Queen 表演我知道。我觉得你超适合哇，那个更厉害，我很多朋友有在那里表演。你有的话 Q 我，我去帮你拍。大家一定要去看屁孩的那个视频，什么杀人魔也可以变女装，圣诞老人也可以变女装，是，仙侠剧也可以变女装，是，也算是慢慢把它看能不能弄成一个梗啦，就是对，如果大家像你一样看的都会开心的话，那就是没问题。你真的是颠覆我对 rapper 的想法，是因为 rapper 也能分享爱跟能量、跟好玩、跟会心一笑，这是超棒的一个情感流动，这对我来说，而且。你看，摘下真面具了，摘下真面具了，你是真的屁孩，是，很多人都是讲说嘻哈就是 love and peace 啊，我觉得这种东西也不是说的吧，有爱就要做，有爱就要做。扮女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扮女装你不觉得女装很好穿吗 ？No， 女装那个男装有时候我都觉得好丑，就是女装样式比较多。然后又那个丝绸又很舒服啊，你知道他们有一些那种绒的，然后又有些时候女装又比较露，我不很喜欢穿衣服，在那种状态内我就觉得很爽。所以你有穿高跟鞋过？穿啊，我小时候就会偷穿我妈高跟鞋，然后偷拿口红在那里画。然后你喜欢那个状态？喜欢呢。那你可以以后私下就是一直变装这样可以吗？可是要我一直那个样子又有点累啦。但是我真的喜欢那种，其实直男很硬，你不觉得吗？很硬，就是直男就是一种有难过也不说，他妈的在那里硬，难过也自己在家里他妈偷哭，然后在外面要装一副很坚强的样子。可是因为一进到女装的那种角色状态的时候，就可以很自然的释放我很娘们那一块，我不信那些直男没有这一块啦，有些时候只是自己甚至没意识到而已。我懂你意思，就是大家都盯住嘛，所以你在那个状态，你就可以要38要酷，对啊，要北蓝，要翘手指都很好。所以我说你的影片这么成功，就是你有发现你 IG 的那个影片都流量很高对啊，就是因为真的很好笑。我跟你讲啊，直男同胞们，就是我把妹把了这么多很多妹子给我的反应就是你们真的太笨了，有些时候。展现自己柔弱的一面示弱，那个时候可能是你更有魅力的样子，而不是在那里装。我感觉女生很聪明的。你说的很好其实现在真的装不了，装不了啊，大家都看得出来。看。像饶舌歌手会在合法的国家吸大麻吧？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哇这是一个新世界，你知道吗？可是呢，其实我觉得久了之后，是你不能被这个东西。如果它能帮助你的话，它是你的工具。但是如果你一直沉溺在这个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创作的话，那就变瘾头了。很多人的状态其实会卡在这边，在那个状态其实蛮 bad trip 的。我蛮想了解你在创作的过程中，这些灵感都是你发自你内心生活中，还是你会写别人的故事，还是主要都是你自己的故事？其实都有对我来讲，创作比较有点像在写剧本一样。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
人他的故事他的角色形象很明确，我也能共感的话，那这里面一定有他有他的故事，我有我的故事，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情感连接的。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写别人的啊。那你这张专辑有什么不一样的尝试吗？这张专辑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我想把事情变简单，简单的 flow， 简单的词，但是最真切的，表达一些生活中的困扰啊，或者是难受。其实最近听你一个再见竹围，跟你以往蛮不一样的。哦，对啊，对啊，开始觉得你悲伤了起来。是，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有这一块啦。这是我第2张专辑收录在里面的，还有一些20有6啊，这些都是比较你说要 real， 其实我们生活中的很多悲伤或什么，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嘛。对。那你觉得目前观众给你的 feedback 是好的吗？我有一个很喜欢的前辈叫葛西瓦，他也出了一张专辑叫《我这里有一批很纯，你要不要》，超喜欢那张专辑。然后结果他在我发专辑的时候，他就命我说：“你这一张很纯继续加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明眼人或者是那些真的很喜欢你的人是看得到为什么要这样转变的。所以我觉得方向上是还行吧，但是我可能要再更努力，我想把歌写得更好听，我想要更会写芭乐歌。但是我蛮意外的是，因为你算是北艺大戏剧系嘛，对，然后你今年也参加了那个炸团圆的演出，对，你自己觉得在演员跟歌手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我觉得日常生活差最多，在做饶舌那个状态会比较饶舌歌手一点啊。饶舌歌手平常你对饶舌歌手会有一个想象嘛，我对饶舌歌手也有一个想象，所以生活就会比较在那一个角色状态内，就是哇每天都很炸，然后每天都这个样子。可是相反的，如果要做演员的话，其实生活要清静一点，因为你要保持你的身心状况是很空的，角色才好进入，才好出来。我觉得在私生活上是差最多的。你应该还是会以歌手为主，演员为辅啊。这样讲好秋哦，但是目标啦，目标想当一个全方位的创作人啊。就像当初我玩饶舌，其实我也带了很多戏剧的成分进来。我觉得他们其实是会有一个交集线的，所以每次要我选什么东西，我其实也都选不太出来。可是我看你都是一直正能量、疯狂。你未来想演的角色会有演那种静态的或个性极大反差的角色？会耶，而且其实说实在，我私底下蛮忧郁的一个。真的假的？对啊，我还有恐慌症的，今天也都还有发作吧。对啊，但是已经习惯了啦。其实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现代人压力这么大，哪个人没一些病？你是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很焦虑。我恐慌我自己啊，就是呼吸不过来啊，有时候严重会吐啊，还会抽搐啊，也不一定自己一个人，其实很多状况都可以引发我的恐慌。我觉得你给你自己压力太大了。是啊，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我觉得鞭笞自己是很棒，没有错，就是你会更好。但是有些时候把自己鞭的太大力，或者是用太不对的力道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每虐杀自己。其实在，表演路上，不管演员、歌手，我觉得都是孤独的。那我们常常日以继夜面对一个人的孤独，所以从学习孤独到享受孤独，我觉得这一段过程，其实28岁来说，刚好就在面临这个阶段。对，真的，你讲的蛮到位的，因为做到这个阶段，你会想说，好，那为什么我要借着继续创作？我为什么要爱这个东西？我爱它什么东西？那这个走到最后，你说实在的，就是意识到这会很孤独哦。这个是超级孤独的一件事情。那如果你还要爱它的话，你就要找到属于你自己的方式去平衡它。因为你前面这几年嘛，到28岁。孤独之外呢，还会开始产生怀疑自我的阶段。对啊，真的我要不要躺在这里算了？对，其实怀疑到自我，后来你再回头看你的创作，你会觉得哇，其实当时的那种不畏知毒不怕虎的那个状态很美，很棒，很美，真的很 fresh。可是就是你不会绑手绑脚，真的。但所以这个回到刚刚迪拉胖说的，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个样子。如果你一直在坚持在创作路上，你一直走。本来就会变的啊，那一个东西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在那一个 moment， 它能这样它能这样发生，没错。而其实重点应该是你要继续坚持去找新的那种，当然是你原本有的热忱，但是去找你能怎么样继续走下去，那个才是更长远的一条路啊。我发现跟你聊完，你好成熟哦，你比我想象中。你真的不能叫屁孩。好了，其实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你最感动的表演，你猜猜看我会讲哪一个？我猜我猜不死鸟。你怎么知道？你这种人，你怎么知道？对不对？因为我觉得你
虽然你知道外表也是正经，但我觉得你很 get 到那种就是在喧闹下的那种苦痛吧。我觉得不死鸟挺有这种感觉，有真的默默落泪，就好感动。对啊，就是穿个睡衣，然后这样表现自我。我觉得最美是哪一个？是你最后在那边哒哒哒，你唱那个哒哒哒那时候，解放了，那个搭的真的很美，真的啊。所以你回到你刚说的越来越有爱。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哈，其实这件事情在当下的时候，我就是想闹，我就是想这样。可是因为你是旁观者嘛，等到再过了一阵子，你再会去回想我自己在回想我以前做的事情，其实那个你会感动的那个源头都是爱啊。那既然都是爱的话，何不就把爱直接说出来就好了？我自己是觉得是这样。哇塞，我现在全身都在鸡皮疙瘩中，你自己看，我没骗你啊，真的。因为从一个 rapper 讲出分享爱、了解爱、表达爱这件事情，而且又加上你是一个才28岁的就男孩啦，对，然后分享爱这件事，我觉得真的很美。那我好奇你自己在感情上，你是勇敢追求那种，还是比较被动的？哇，近年越来越被动。一直以来，一直谈感情也是一直受伤啊，谈感情还会受伤爆我超容易晕船，我超容易整个投入进去的。然后最后都是你被分手，也不是我被分手，就是应该说，就算我分手，因为我太感性了，所以就算分手，我也会一直觉得干，我是不是做错了，或者是我能不能做得更好，或者是哇，我觉得那个感受很大这样，所以。久了，你知道，为了很像保护自己还是怎么样的，就会变得有点傲娇。哦，我懂你意思。对，那你有哪一首歌是写给之前的感情的？星际宝贝就是啊，我这一次新专辑的倒数第2首，大嘻哈时代1的时候就有唱，那个时候也被嘴，会觉得啊，那时候就好难过。我觉得我拿一片真心来给大家嘴，我很感谢那个时候的我，有把我最真实的感觉写出来。其实蛮青春的啊，对啊，那个时候新说唱，那时候在那里。有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分手的时候，因为就整个恐慌太严重，太想死了这样，然后就一直心悸，所以叫星际宝贝。那跟女朋友分手跟新说唱完全没有画面，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来说打击比较大？哇哦，女朋友分手，对，虽然你还有点凉。是女朋友分手，因为像以前在美国的饶舌都是互相就是在 PK， 是。那在台湾你有不合的 rapper， 那就是蛮常在互相攻击啊。有一阵子我就那个时候就很跟那个周汤豪有 beef 啊，歌都一直有一阵子就一直写啊。我觉得尤其在台湾，你要讲到多气，其实也还好啊，都是一些无聊的小事啊。当时跟那个汤豪是你们是就会互相就是唱 rap， 互相的 diss 对方这样。没有，他不鸟我啊，我只是个屁孩，他说他当然不鸟我啊。但是我听说他蛮在意的啦，因为有一些共同朋友。森林之王的时候，我就有找机会就有跟他讲了，我就说其实。那个也是一个我冲动跟那个就是叛逆之举啦。任何冒犯的话，我还是觉得其实没事的啦。哦，那其实很好，有大将之风，你试出让步的部分。对啊，我们也素昧平生。对啊，你们也没有什么深仇。是要干嘛，对不对？又不是像那种美国在那里互相开枪，又不是那个样子。哦 ，Notorious B.I.G 那个超恐怖。他跟 Tupac 在那里互开枪啊，对啊，那个真的很恐怖。到底台湾的饶舌歌手在台湾有没有办法赚到钱或好的发展？我觉得有赚到钱的人还是有但就是自己有一些想法，可能要想开一点。就是等于是商业跟你自己的坚持来讲，对，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你要怎么样做就不嘻哈了，就还是会有很多人，不管是在意观众的看法，或者我自己其实都很常被这种事情影响到。我经纪人就会一直提醒我说，你是要来影响人的，你是要来赚钱，你是把这当工作的。所以我自己比较站在这一边啦。我觉得所谓嘻哈。要去看吗？没关系，要去看吗？没关系，很可爱，还注意这个。对啊，我自己还是想赚一点钱的啦。所谓嘻哈，也不一定嘻哈歌手才嘻哈，很多我们看那种前辈500啊，什么张震岳，他们不是唱嘻哈，他们嘻哈的要死啊。你目前是有赚到钱了吗？有赚过一阵子，都被我花完了。所以如果大家有看到这个影片，喜欢这一型的话，拜托，我是个很好工作的人，也有一些想法，拜托，找他演戏，演戏或什么，我钱来就干，是，包括全裸，都 OK， 没有问题。A 片你可以吗？A 片我有想过，因为前阵子认识一个 AV 女优，然后我最近才要想说去片场看一下，自己是。不会想的原因是因为我那个平常是我的兴趣，
如果要拍 A 片，它就变成一个工作了。那我怕我这样会对做爱失去兴趣。那你最喜欢的 AV 女优是？我最喜欢的 AV 女优是明日花绮罗。还蛮特别的，是，明日花绮罗有唱饶舌，他有一首很有名，你可以去 YouTube 查，就是他在唱一个，就说我超色的这样子。那其实你就可以跟他联名，就你们一起唱 rap， 然后就开始做爱起来，是不是还蛮结合你的兴趣又加这个？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是没问题呀。如果未来有机会，你会想当导师吗？我最近有在教一个即将上线的女团饶舌，我有点像把平常的练法带给他们啊。一开始可能就拿一本书给他们，然后就放音乐，然后因为像你在朗读的时候那个故事会有起承转合嘛，它自然你讲话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情绪，所以就叫他们把这种感觉记下来，或者是爬观音山，然后边爬边 freestyle， 沿路的风景会一直变呢，你会遇到不同的人，而当你很累的时候，你有什么东西就是拿起来讲，继续讲下去，那时候就会进入一个自然的 flow 里面。其实这个也很戏剧，就是很剧场，因为他们是女团嘛，很在意自己这个做的好不好。或是我有没有做到，或是这个东西帅不帅，这东西美不美。我会这么喜欢嘻哈精神，是因为它很真，而这个真，说实在的，它现在到底是好，或是到底是坏，freestyle 你只要能一直下去，我都要给你一个大拇指，因为你正在这个当下，就会把他们弄到那一种状态。不管你现在情绪很糟怎么样 ，the show must go on， 你只要一直继续，要这个 freestyle 就是一直存在这样。你自己有就是 freestyle 一直这样 rap 有曾经最高纪录分钟数有多高过？自己在讲，一直 rap 随便都超过1个小时你会不会自言自语啊？自己的时候，我其实不太会。你不太会你会自言自语？我就是慢慢培养成这个习惯。有些时候，甚至我在恐慌，或是有些事情我解不开的时候，我就开始讲因为你一讲了，你马上可以把你脑袋的东西显化出来的时候，讲出来的时候。很多事情你就有下一步 ，freestyle 就是一个不断往前的过程我蛮喜欢这个方法其实很不错，我真的蛮喜欢的我觉得可以分享给，就是等于是你自己也算一个疗愈的过程，然后自己讲出来才知道自己在干嘛。哇，这个方法不错。就一开始会害怕，就是你连说出来你都觉得害臊。那你现在我们在讲话也是在 freestyle 了，只要你放着一个音乐，你有在听这个音乐，插只插在这里，我这样在讲话。其实押韵什么的很重要嘛，我就是一直在讲我一直在表达一些意识跟精神这样。其实你分享的蛮多，我蛮喜欢的。对，有没有办法我们现场来一个什么 rap， 你教我之类的？好啊，可以啊。你其实不用去特别数拍子，你只要有在听这个音乐，自己就本身在这个音乐里面了。所以现在就连我这个样子讲话。也许都可以变得真的很嘻哈，来到这一个节目，跟你聊天聊东聊西，所以有爱就一定要做，不要把这一些东西全部放在心里面，有些时候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也没有关系，所以你只要你的耳朵是听得到这个音乐，其实你已经在里面了，你甚至不用多想。你是个好老师是吗？好，那我们来即兴 rap， 我们就来 rap 一下我们对彼此第一次合作的感觉。好啊，可以啊。第一次有很多感觉，我也没有办法一次给你我所有的绝学，但是我还是真的要学，因为你看，我经纪人叫我穿着白色的衬衫、灰色的裤子，像一个上班族，但是又表现得蛮舒服，所以我真的要谢谢哥，可以让我有这一个机会在这里，真的做嘻哈简单的自己，希望大家可以去看哥的影片。你很厉害耶，就类似这样啦，对。你训练他们就是一直这样，一直放，说歌停了，你还是要继续，这样。你说现在，对。现在虽然音乐还没下，但是我有很多感触。今天见到屁孩，在我心里头，你是一个自由的灵魂，让我非常的感动。喜欢自由自在的在泰国吸着大麻，跟各种女生打个炮，我也非常的喜欢。我是个拘谨的灵魂，我也没办法，但我有一天想变得跟你一样，穿着这样紫色衣服，蓝色裤子，黑色袜子，拖鞋，翘个二郎腿，这么自在的享受，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哟。你完成一段 freestyle 了，很难呢。其实还好吧，很难，真的很难。当你在真的讲话的时候，你不会再韵脚了。韵脚那个当然有另外的训练方法，而我都叫他们不要停，重点是不要停。你就算很断了，你唱一样的东西，不要觉得它笨，因为 freestyle 像在开车一样，如果你一直看后照镜的话，你车一定开不好的，会撞个稀巴烂。我懂你说的那个韵脚，我也是会内心想说要不要韵脚，就会卡住。但确实好像不要韵脚的话，你不会被
绑住的感觉。对啊，而就像那个其实就是你平常在讲话，其实只是在训练表达而已。还有什么想要跟观众分享？我的第2张专辑在各大串流平台已经上线了，叫做《超普通明星》。嘿，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听一听，请各位支持了，谢谢。耶！今天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屁孩分享这么多宝贵的经验，那大家一定要支持他的专辑。谢谢。那我们下集见。下集见啦，拜拜。